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财富新新的一期的《DOTA 2新闻决赛视频》啊！咱们今天讲一个非常老牌的 carry 迪法师啊，但是这个英雄吧，在低端局的胜率异常的低啊，是吧？就是因为大家玩这个英雄的时候，总是不看阵容啊，就是在错误的阵容里面啊，并且用了错误的打法，哎，然后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不理解，哎，才使得低分段的玩家对这个就是这个英雄的胜率如此之低啊！咱们今天就通过这期视频啊，拯救一下低分段的迪法师啊，让大家知道迪法师该在什么样的阵容之中选出来啊，然后该怎么打才能有最好的一个胜率啊！咱们今天通过这期视频详细的讲解一下。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迪法师的这个基础属性啊，它的基础属性真的是拉中拉，地中地啊，就尤其是这个成长1.6、2.8、1.8啊，堪称全 DOTA 2最差的成长了。这个3维加起来啊，太差了，不忍直视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基础攻击力55.5点的护甲相当的高了，310的移速相当的快了，538的血量非常的少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有点类似这种刺客身板的这种大哥位的英雄的这种感觉啊。来，咱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英雄的一个技能啊，他的技能其实也是那种类似于刺客模组的感觉。一技能就是削蓝，哎，就是你每攻击一下，敌人会同时掉血跟掉蓝。同时呢，它还会根据它掉的蓝量，然后附加一个额外的伤害算到掉血里面，也就是你的普通攻击55点，然后再附加它掉的蓝量的一定百分比的这个血量的额外伤害啊，总的加起来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把它的蓝量打空了啊，打空了之后呢，在后续的品类之中会给它附加一个减速，就必须是它的蓝量掉空了之后，然后有一个25%到40%的减速啊，然后持续0.75秒。啊，简单来说就是 A 人掉蓝啊，A 人掉蓝，并且有额外的伤害啊，打有蓝的单位很疼。然后如果你是开了分身符，幻象那个继承法力损毁的效果50%啊，就是它的那个血蓝量是减半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英雄。这是他的招牌技能，就是他为什么叫迪法师呢？因为他把很多这个敌方英雄的蓝量都能削完，然后他就变成一个高级步兵了。其实现在在这个版本里面，迪法师打很多版本热门的英雄还是很厉害的，比如像骷髅王，对吧？然后像什么那种一直踩的，咱们之前讲过那个大鱼人，哎，或者是那种拍拍熊，是吧？都是一个类似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偏肉核，但是呢蓝量较少的。如果迪法师能够用他的技能将敌方的英雄的蓝量削光，他在战场上就再也没有威力了。比如说一个没有蓝的拍拍，或者一个没有蓝的大鱼人，他是踩不出来的。啊，那以大鱼人拍拍熊踩不出来了，它就没有任何的威慑力了。所以说它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很有作用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战场之中，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去刚正面去跟敌人对 A 的这么一个英雄，不是猛男，是刺客啊。咱们继续往下讲，闪烁技能啊，这个技能很简单。啊，就是跳嘛，对吧？blink，然后它可以跳跃到任何一个你指定的这个地点，在这个范围内。1级的施法距离是750，满级是1200。这个满级的时候跳的这个距离就非常的远了，非常的远。咱们来看一下，哎，对吧？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自由的切出战场，对吧？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技能了，它就可以，第一，减缓它的移动速度。就是减少它的移动距离，所以它打钱快嘛，它可以在野点之间来回跳跃。A 野点打完了跳到 B 野点，B 野点打完了跳到 C 野点啊，然后跳回到线上，对吧？把线一打完，再跳到野地，再打2个野，是吧？然后再跳回到线上，就这么来回刷钱，它就使得它这个中期有了狂战斧之后，它的刷钱速度是比很多英雄都要快很多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没有垃圾时间。然后再者，它在战场之中，它可以利用这个技能随时随地切到自己想切的敌方单位。啊，他是一个刺客嘛，他不是那种正面跟敌人前排大哥对 A 的那种猛男，除非你装备压制啊。在正常情况下，一些无法处理的后排英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什么修补将，哎，咱举几个嘛，修补将，然后火枪，哎，是吧？或者一些后排酱油，什么冰龙、神域之类的这种反手酱油，那个正面猛男处理不了，迪法师这种刺客型的大哥就可以很轻松的通过这个闪烁技能啊，瞬间传送到他的身边，然后配合自己的装备技能，将其直接切死啊！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解，好吧？好，看下3技能，法若反制，这个技能就是给自己套一个盾啊，这个盾的持续时间很短，有1.2秒。然后呢，并且在开盾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不是开盾，就学了就有一个额外的魔法抗性。你看它现在的魔法抗性就已经达到39%，咱们把这个技能学满啊。学满之后，你看它的魔法抗性达到了61%啊，因此这也是它迪法师的另外一个原因。很多魔法技能在甩给他的时候，受到的伤害会降低很多，并且这个版本不是智力也有一个魔抗加成嘛？如果你的装备好了，3维高了啊，这个后期达到什么60%多的这个魔法抗性是非常正常的。好，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反技能，就比如说咱们骷髅王给他扔个锤子。
啊，我一开盾，你看这个我自己不受任何的伤害，但是这个锤是反到了骷髅王身上，就相当于一个骷髅王自己给自己扔了一个锤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技能是又能创造魔抗，又能反技能，所以说在战场的时候，敌人在给他释放技能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一般敌法师闪烁到敌方身边的时候，都会立刻开这个盾，对吧？第一时间让敌人放不了技能，这个时候呢，敌法师再加上自己的分身斧或者晕锤之类的打晕对面，就可以在跳到敌人脸上的时候，避免被敌人打先手的同时，还能打出非常高的输出，同时如果把敌人蓝削光了啊，敌人就彻底废掉了，他就变成了一个近战步兵了就是这么一个法术反制的技能。好，大招法力虚空这个技能很简单，就是说是通过对敌人的这个蓝量的缩减给他造成一个伤害。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它的这个伤害量是根据敌方的蓝上限跟当前的这个掉蓝量来定的。简单来说，就是敌方掉的蓝越多简单来说，就是敌方掉的蓝越多，这个技能炸的这个伤害越高。一级的系数只有0.8并不高，满级是1.1也就是说掉多少蓝乘以1.1的这个系数就是一个伤害量。所以说打一些蓝量非常非常高的英雄，就比如像刚才说的修补下呀、蓝猫呀、黑鸟这种英雄一个大招哇炸下去，他那个掉的蓝量不是总蓝量也高嘛，掉的蓝量也多，所以说这一个大招能炸出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伤害。同时呢，这个技能还是一个就是 AOE 型的技能。就比如说咱们创造一个30级的蓝猫，对吧？这个技能还是个 AOE 型的技能，所以说一个高蓝量的英雄，如果在战场中，比如说敌法师开个分身斧，把他的量削了很多很多了，咱们来看这个 AOE 的范围有多大这个 AOE 的范围其实非常大的，你看这么大的一片蓝圈这么大一片范围，由于地图是白色的，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你能够把对主目标造成高额伤害的同时，还能对 AOE 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OE 伤害所以说它对于高蓝量的英雄的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它有一个眩晕时间0.3在一些比较紧张的时候，就比如说对方想要对方想要 TP， 对吧？对方想要 TP。然后你没有打断了，你一个大招是可以把他这个 TP 打断的，任何的持续施法，什么谜团巫医都是可以靠这个做一个紧急打断的，那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技能。好，说魔晶，魔晶是多了一个叫做友军法术反制的这么一个技能，来咱们看下效果。就比如说我创造一个友军，这个友军法术反制它是可以给友军手动上一个这个当前等级的这个魔法盾的就是一个魔法盾。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对，并且呢，如果有了魔晶之后，你还会创造出一个不可控制的幻象，就是这个法术反制反馈成功了只要成功反馈了，就会创造出一个当前等级的这个幻象然后去攻击敌方单位然后不停的削他的蓝，只不过这个幻象不能控制，然后并且不光是这个能够创造幻象，自己的这个也是能创造幻象的你看自己的这个也能创造幻象，就是这么一个技能魔晶它的这个作用吧，怎么说呢同时咱们再讲的细一点吧。不仅能够给队友，也能够给自己的幻象就比如说我开这个幻象去打他，我也能够给这个幻象去套这个盾然后让这个幻象迷惑对面，对吧？比如说我藏到树林里面，拉出一个幻象去给对面，然后呢，我站到树林里面给他套个盾，大家都以为这个可能是真的本体，是吧？你可以用这种操作去骗对面。这个技能对于新手来说收益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有的新手连自己开这个盾的时机都掌握不好，更别说还要给队友套，对吧？哇，可能他就会那个手忙脚乱然后并且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套盾成功的收益挺高的，就是能够给自己套盾反噬敌人，并且能够在敌方身边创造出一个幻象如果再配合自己跳过去，再会分人斧，瞬间4个幻象这个其实挺厉害的。但是对于操作不好的新手来说，就不要出了吧，好吧？然后咱们就是嫖魔晶嫖那个魔方出来的魔晶就行。好，说下 A 杖其实这个版本很厉害我认真说的，这个 A 杖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道具。首先出了以后，它有3个点3个点就是你能够在这个，你看这个施法距离很远，对吧？你可以随意指定一个地方，创造出一个不可控制的幻象，会自动的攻击那个离它最近的这个单位然后去攻击它，当然也继承这个本体的这个削蓝效果嘛然后这3个幻象是没有那个可以一直放的，就是1、2、3，但是它有点每25秒多一个点，然后它会一直攻击敌方，然后并且你开盾的时候，本体开盾，所有的幻象都会开盾。而且呢，这个幻象也能够继承就是友军法术反制这个，所以说你先扔一个幻象，自己开盾，这个盾一消失了，再给他放一个友军法术反制，这个盾一消失了，再给他放个法术反制，顶在前排的这种
闪烁碎片的这个幻象，它会在你远处操控，就跟傀儡师那个感觉一样了。法绕反制，友军法绕反制，再法绕反制啊，这个来回，因为他们都是3秒 CD， 这个法绕反制3秒 CD， 这个也是3秒 CD， 所以说你可以不停的利用它来顶前排，然后消耗敌人的这个血量加蓝量，敌人还不能用技能去把它清掉，这个你们能感觉到吧？哎，跳过去先一个自己的盾，然后给他一个手动盾，再一个自己的盾啊，就这样来回套盾，他们的这个技能幻象只能靠平 A 清掉，但是靠平 A 的话，他就会一直追着你砍，能消耗你非常多的蓝量跟血量。所以说，在这种军事局或者说是抹不开的这种上高局的时候，有一个 A 仗，它能够不停的消耗掉对方前排，因为一般来说前排的这种力量和它的蓝上限都比较少嘛，对吧？都是频蓝英雄，所以说这种反反复复的经过几轮消耗之后，它的蓝量就变低了，甚至开不出大招啊。比如说对方有个潮汐，我把潮汐通过这个 A 仗的这种消耗，然后把他的蓝量打空了，对吧？然后他没有蓝放大了，我一看潮汐没蓝放大了，给队友说一声啊，潮汐没蓝了，然后我们这时候再上高地，成功率就会高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在团战初期啊，互相消耗，对吧？然后迷惑对面啊，打这种持续消耗的这么一个技能是非常好用的，我觉得 A 仗很厉害。然后再配合分身斧的话，在团战第一时间能够产生出巨多的幻象。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先放出去一个，然后自己跳过去一个，开始分身斧，再放出第二个，一放幻象，满地都是幻象啊！其实我才是幻影长矛手，对吧？正儿八经的这种幻象大军啊，都是由迪法师创造的啊，非常厉害，是不是？就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 A 仗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魔晶的性价比略低，然后如果你操的不好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买啊，嫖那个魔晶就行了。好。来，在这个讲解装备和这个什么来着？这个天赋加点之前啊，咱们来先说一下这个英雄的定位。首先，迪法师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一个英雄，他可以靠自己的强大的这个生存能力，就是来自于闪烁跟这个法术反制啊这两个生存非常强的技能，因为对方跳过来。想要，或者说对方走过来想要给你放技能，你直接开盾跳走，对吧？就可以了。敌方想抓你是很难的，而且跳一般来说都是往树林里面跳的啊，不要跳直线，对方能看见。你往树林里面跳，在树林之间来回穿梭，敌方是第一时间是没有视野的。啊，所以说你可以靠这种手段啊，来回的穿梭树林，然后对方是抓不到你啊。第二就是咱们说的出狂战斧，出了狂战斧之后就拥有了很强的带线能力了，你可以靠这个不停的带线，靠自己的生存，把对方的某一条的兵线一直牢的死的锁在对方的2塔前啊，就是1塔。1塔再推1塔，2塔再推2塔，2塔破了上高地，总会能把对方的1到2个敌方英雄给牵制回来。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对方回来一个人。他打不过你，会被你单杀的，因为你是大哥，你装备很好，对不对？比如说，当你用了什么狂战啊、大晕、分身斧之类的道具之后，对方回来一个人绝对会被你单杀的。对方要回来2个人，2个人甚至都打不过你，或者管不了你。对方回来3个人，两到3个人怎么办？我通过 TP 啊传送到正面战场，我们以多打少，就通过迪法师的拉扯形成了。就是这是它的最经典的用法，迪法师通过自身的超强的机动性跟生存能力、带线能力牵制对面，把对面牵制回来了，自己再转移到正面战场，形成一个以多打少，而不是说我们开雾5个人跟对面5个人，然后迪法师啪跳到对方大哥脸上，跟对方大哥互 A 啊，这个不是他的用法啊，所以理解最重要啊。这第二点是什么？切对方的后排，咱们一开始说了，对方比如说有个火枪、修武将，对吧？宙斯啊之类的，站很后排，输出又很高的这种单位，一般人切不到啊。第一是切不到啊，第二是打不掉，哎，对不对？但是迪法师可以，他自身的机动性很好，可以随时传送到对方身边，哎，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它的机动性好。第二是攻击高嘛，因为它的装备好，通过带线它能积攒大量的这个装备，所以说它可以随时随地的胜任这个工作，它可以。切掉对方的后排，先切后排，然后把对方的后排酱油切完了，再切大哥啊，是达成这么一种战场拉扯，然后破坏对方阵型的这么一个目的，这才是迪法师的一个奥义啊。然后最后就是说，现在版本有了 A 仗，或者说有了魔晶之后，它可以不停的通过这个魔晶跟 A 仗的这种来回的消耗打一个拉扯战，先。把对方的关键的英雄的这个属性消耗完了，然后再去进攻，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个英雄吧。好了，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技能加点跟天赋啊装备。加点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线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法力损毁多点几级，因为它是对线的时候的唯一的进攻技能嘛。
然后你要是追求一个比较均衡的加点，就是这么，然后5级加法力损毁，6级加一个大招。好之后呢，其实你已经慢慢的要往狂战斧转了，对吧？你就是要保证你狂战斧出来之前闪烁是点满的就行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狂战斧一出来，满级闪烁6秒钟的 CD 啊，能够保证你在战场之间来回穿梭，对吧？然后打前打野，打前打野，所以说，保证狂战斧之前这个点满就行了。好，然后之后呢，法力损毁，之后呢，就是最后再把这个法术反制点满，中间有大加大就行了啊，就行了，就这么加。好，然后看一下天赋，其实那个迪法师的天赋很讲究，他每一级的天赋都可以点啊。这个9力量。就是说因为迪法师的血量很低嘛，他的力量成长太低了，只有1.6的力量成长，所以他的血量一直很低，再导致他前期出的装备都是一些刷钱装备，他的力量还是很低。所以说9力量的话，就是说对方如果抓人能力很强，你总是受到一些致命的威胁，缺这9点力量补充的血量，比如说对方有个小强啊之类的，对吧？抓你抓的特别狠，小强赏金这种，然后你觉得你活不下来，那你加9力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并没有能够严重威胁到你的英雄，然后你的生存或者说是有保证的，你可以靠你的反应操作、分身斧啊、法术反制啊来活下来，那么你就可以加这个150虚空范围。这个加了以后，范围很大很大，你看。这么大的范围跟虚空大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是在战场之中，如果在一片混乱的战场上，你跳到对方的一个中单啊，一个法系中单跟前，对吧？就是比如说他的中单是黑鸟蓝猫这种，你就可以点左侧啊，然后呢配合你的大云锤狂战斧，把它蓝血空一个大招，嘣一下，3杀4杀不是梦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两个也看情况点啊。好，然后加0.6%的最大法力损毁的魔法值啊，这从那个4%变得4.6%，对吧？和减1秒闪烁冷却，6秒变成5秒。这主要就是说是，如果对方的机动性比较强，你抓人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你点这个能让的迪法师的机动性变得更强，对吧？这个是很厉害的。然后就是一个是增强机动性的。来回穿梭战场打拉扯的，这个就是说是对方跑不了，你确定对方是比较笨重的，比如说他的后排将游都是什么冰魂，哎，或者说是什么莱昂小歪，哎，这种迪法师根本不怕的这种酱油，而且他的位移能力也很差，那么你点这个可以迅速的切到他的蓝量啊，这两个都是可以，一个是对方机动性强，我要跟他打拉扯，我也要机动性强，一个是对方的机动性比较笨重，对吧？我可以直接打输出啊，看情况点啊，好吧。然后闪烁施法距离跟0.15虚空伤害系数，就是从这个大招从1.1变成了1.25啊，这个就是说伤害更大。这个施法距离的话，就是说是怎么说？对方的这个就更好切后排。如果你有一些必须要切后排，且对方后排有跳刀或者推这种，他会站得很远很远，你根本看不见他。正面战场看不见他的，你就点这个，点完这个之后，这个跳跃的距离就相当远了。就是这种能跳一个屏幕的这种感觉。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就可以保证你能够轻松的切到对方站位很靠后的这种后排啊。但是如果对方是近战居多，哎，或者就是比较笨重的阵容，那么你加这个伤害系数更没有问题了，对吧？你靠这个虚空的法力范围，配合这个大招，绑一下炸一堆的人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一个是强行切后排的啊，一个是用来就是炸对方的这个伤害的啊。好，20级20%法术抗性的这个加成跟50秒虚空冷却，我其实只有25级，我强烈推荐加左侧啊，就是这个右侧的我很少加啊。因为迪法师并不是那种要让你站着吃伤害的那种英雄，除非就是对面有那种什么定点跳阳秒你，然后有火女这种开个 A 仗一号技能啪啪啪打出巨额高的伤害啊，除了这种情况，我会点右侧，但是一般来说我都是点左侧的，因为点左侧的时候，这个大招从70秒变成20秒了，一场团战能放2个。啊，这个是质变啊，从一场团战只有1个大变成一场团战有2个大，甚至3个大，那这是质变的，所以说点左侧才能把迪法师在25级之后的这个威力发挥出来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天赋的加点，咱们就说左右两侧其实都能点，一定要根据阵容和情况来定，所以迪法师是一个比较看理解的一个英雄哈。说装备的话，前最重要的2件装备就是假腿狂战。啊，其实在出狂战之前，你可以先补一些基础的装备，保证你能站住线啊。迪法师切记啊，大忌是什么？就是对线把你打飞了啊，这是大忌。很多新手他就总是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我要是能把狂战裸出来，哎，就比如说裸成什么样子，就一个草鞋，对吧？一个草鞋，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补刀斧啊，然后就开始这么出了，你知道吧？我就100%的告诉你，你这么出装，只要对面不是大傻子。基本上都能把你打飞的，把你打离线的。一旦打离线了，迪法师前期又没有特别好的打野能力，
他就会丧失经济的获取来源，他只能很慢很慢，而且很伤的去打野。第一，打野他会掉血掉得很快；第二，打野很慢。所以说，迪法师最重要的是什么？千万不能被对方打飞了，一定要能站住线才行。因此，这种极限裸狂战反而会严重的降低你的打钱效率，你懂吧？会让严重的降低你的获取金钱的速度的。因此前期补一些能够让你站住线的装备，哎，对吧？就这种装备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能够保证你能站住线。这才是你获取狂战最快的一个途径，好吧？就算你万一被打飞了，有一点基础装备，打野也不至于那么慢啊，很重要啊。好，然后接下来出狂战斧，狂战斧出了以后分身啊，狂战分身是最重要的2件套。分身一般来说，敌法师对线那个打钱的时候不要随便乱用，它主要是为了防gank，对方有紫苑啊，对方有沉默之类的技能。那个能够保证你是中紫苑或者中沉默的瞬间，对吧？然后开盾跳走啊，就是这么一个小操作啊。这个那个分身斧，并且分身也是日后的这个主要的输出来源嘛，因为本体加上2个幻象的同时攻击一个目标，能够迅速的将敌方的蓝量清空啊，就是这种感觉，迅速的清空他的蓝量。你看这个蓝掉的是非常快的，自己的，然后自己再补个晕锤是吧？后续的话自己再补个晕锤这种道具啊，晕锤转大晕锤嘛，然后。那个晕锤配合队友的控制，集火打一个目标，很快就2秒钟左右就能把他的蓝量打空了，一个大招直接爆炸，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晕锤啊，看情况，如果你要进攻的话，转大晕锤；如果有危险的话，咱们说生存装，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生存跟那个输出嘛。这个晕锤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输出装备，林肯分身都是在带线期都是偏生存的。因为这个用来解沉默的，这个是用来防先手的，就是对方有跳阳，哎，对吧？那个跳戳，哎，这种你反应不过来的，都是用来林肯来挡的。好，然后这2件是在带线期是偏生存的，然后在输出期这2件就是输出装备了啊，然后把晕锤转成大晕锤，是吧？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出林肯了，其实是可以补一个冰眼的，因为敌法师有的时候确实是太脆，跳进去，就算你只有5秒钟的这个闪烁 CD， 你加了这个 CD 了。还是很可能跳进去瞬间被打死啊，所以说一般来说补个冰眼或者是龙心都是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容错率的啊。这个冰眼我比较推荐，因为它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属性跟它这个减速并且降治疗，对于它的输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敌法是跳进去要秒人的啊，然后最后补个蝴蝶之类的，其实它装备出来出去都是这几件套啊，都是这几件套。然后呢，如果是在军事局抹不开了，这个冰眼可以考虑换成一个这个 A 杖。哎，来保证你们一个消耗，然后把对方的血量消耗的差不多了，再去进攻的这么一个套路，无非就是一个正面比较刚猛一点，一个就是这个拉扯牵制，然后消耗比较厉害一点。然后魔晶建议是白嫖魔方的，好吧？这个并不是特别强势的一个道具，这大概的理解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了。好，接下来咱们来看实战中这个英雄是怎么玩的。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亚特肉啊，亚特肉的迪法师的第一视角。最近亚特肉打迪法师打的还蛮多的，胜率还蛮高的。关键是看阵容，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英雄真的是要看阵容选，不能无脑选的。他不是那种特别强势的大哥，但是在合适的阵容里面是可以力挽狂澜的啊，可以改变一些根本处理不了的局面。就比如这一局，咱们先看阵容啊。天辉是迪法师大哥，对吧？中单是宙斯吧。3号位是骷髅王，然后大树跟拉比克打4-5，然后对面就选了这个大哥巨魔、中单修补匠、3号位大鱼跟这个古法默克这么一个组合。好，首先天辉方的阵容是有一个很大的硬伤的，就是他们的突进能力太弱了。大树拉比克就几乎没有什么突进能力，是吧？都是特别依赖跳刀，然后呢。宙斯的话是一个远程输出的这么一个法师啊，骷髅王也是一个依赖跳刀的这么一个英雄，然后他对于后排的，尤其是这一手中单选出来的修补匠，威胁几乎是没有的，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个修补匠在天辉的这个眼里面是处理不了的。如果你不选这个地法师，比如说我选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奶绿，哎，对吧？选了个奶绿，或者说选了一个什么。就是正常一点的站桩平 A 的大哥，比如像混沌骑士啊这种英雄，可能修补匠就再也处理不了了。但是你选一个这个迪法师啊，然后呢，这个修补匠他的整个生存环境以及输出环境会受到严苛的这么一个限制，就是整个在游戏的过程中，修补匠他
打输出的手法都会产生变形啊，你们懂吗？就那种受迫性失误，因为他要算着敌法师的位置，然后再考虑自己的输出角度是否合适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他鲁莽的上去打输出，被敌法师抓到了，跳到脸上晕锤，直接一套秒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敌法师他其实是一个偏刺客型的英雄，在对方有这种我方突进能力较差，就像这种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天元方的这种的，我方突进能力较差，机动性较差，然后呢，但是对方有1到2个急需处理的后排，那你就可以点出敌法师啊来处理对方的这种后排型英雄。并且这一局的话，对方的抓人能力较差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对方能抓敌法师的人是谁？就是大鱼人跳踩，可是大鱼人跳踩咱们之前讲过了，就0.8秒的眩晕，对吧？你能保证在0.8秒能把敌法师秒了啊？不可能啊，对吧？不可能，对方的所有的火力集火都不可能秒到敌法师的。对方是一个持续输出能力很强，团战能力很强，但是爆发能力一般的这么一个阵容。所以说这一局选出敌法师的话，第一带线期间，在咱们在带线期间，他出了狂战分身之后去带线。好像能抓死他的机会非常的少，几乎没有，所以说敌法师这一局会很肥，对不对？能够无限的带线。第二，团战他能够处理正面战场处理不了修补将，这才是选敌法师的真正的意义，而不是说很多新手看完我视频在那个留言啊，就看得我很头大，就是说是，今天看了强哥讲了一个某某英雄，学一下，选出来输了。又选了一把输了，不行，这个英雄不行，强哥讲的不行，拜托你们能不能就是先领会这个精髓啊？每一场我都说了，这个英雄适合在什么样的阵容之下选出来，是用来克制对面什么阵容的，对吧？这个才是DOTA 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什么 BP，这种 BP 的这种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敌法师这个英雄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强势的点，但是他是可以说是一个选出来处理适应不了的局面的啊，处理不了局面的是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刺客型的大哥。因此有敌法师在的话，这一局默克古法是吧？然后修补将甚至包括什么大鱼人，为什么呢？因为大鱼人在的话，他为什么厉害？因为打到后期他什么跳刀吹风是吧？玲珑心无限踩。可是他无限踩有个前提，他得有蓝，他踩一脚100。如果敌法师用幻象把他的蓝量磨光了，这个大鱼人一旦踩不出来了，敌法师就这个大鱼人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咱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选它的强势点在哪里然后根据它的强势点来打。毕竟这一局咱们看敌法师在切入的时候，一定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玩大哥2点最重要什么？第一，刷钱，对吧？刷钱对于大哥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是什么？切入。他切入的话，就是第一，我什么时候切入？2点切入。第一是什么时候切？第二呢，切谁？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什么时候往进切，第二切谁，这2点是任何一个好大哥的必修课。这一局咱们来看一下，他切谁？他一定不会切大鱼人跟巨魔的，就大鱼人的这个蓝量最多只能用消耗，就比如说他觉得要出 A 杖了，他最多是用 A 杖去不停的耗大鱼的蓝量，把大鱼人的蓝量耗完。然后导致大鱼人无法无限踩无限团战输出，对吧？第二呢，他绝对不可能跳巨魔的脸，巨魔打敌法是肯定打不过他的除非装备无限碾压。所以说一开始团战他绝对不会去碰大鱼人跟这个巨魔一点点的绝对不会去碰这俩的。那么他肯定是等谁？等修补将，他不露头，修补将就不敢露头，是吧？他露头了，修补将才能找角度去输出。如果他露头的第一时间没有切修补将，他去切默克跟古法行不行？也可以，保证这2个酱油的输出或者说技能释放出现严重的问题。第二是看对面的技能 CD，就比如说团战已经开起来了，默克的大招已经连了我方2个前排了，骷髅王加什么大树被连到了，对吧？骷髅王加大树被连到了，连到之后呢，他又把虫子跟1技能放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去切默克的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但是古法在后面可以干什么？持续的输血持续的输出，这个时候你去切古法可不可以？可以，打大哥切入就是看这么看的，就是对方的关键技能放了没，他的是否还有切他的价值，对吧？对方最关键的英雄是谁？修补将是吧？他露没露头，我要不要等他然后呢，团战的时候，如果这2点都不在，我是否要切古法这就是这种感觉。如果默克处理完了，古法处理完了，是否要回头跟配合队友去把大鱼人跟巨魔处理掉？就是这种思路是每一个玩刺客型大哥的玩家都必须要具备的你要想的，不能是那种
一大团人看见队友打谁了就无脑跳上去，然后大家一起集火输出啊，这不是迪法师的这个英雄的风格。好，看装备啊，装备的话，它现在是一个系带，这两个是看准备要不要出2系带，然后买了一个精灵布袋是准备走那个就是走那个假腿嘛。啊，走假腿，它是直接补了一个加速手套，这个加速手套是非常舒服的，对线期出一个能够很好的那个弥补它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感觉，然后它不管是对拼呀还是补刀呀，电刀都很舒服。然后要不要出2系带，其实是看这个对线的压力的，如果对线压力较大，是吧？你其实可以补个2系带也没有什么问题。要是对线压力不是很大，你能稳稳的站住线了，对方被你打飞了，那你就不用补了嘛，就是这种感觉。好，6分钟，那个拿一个莲花。这个时候迪法打大鱼人肯定是打不过的，肯定是打不过。这时候迪法打大鱼人，大鱼人主3啊，就比如说现在啊，他没有问题了。这是任何一个玩3号位肯定都会懂的嘛。你打迪法师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主被动比较厉害，因为你的主动技能肯定是甩不出来的。迪法师会不停的过来耗你一下，耗你一下，耗你一下，你就350点的蓝上限，这就是力量英雄的短板嘛。血量虽然多，但是蓝上限太少了。你放一个技能踩一下变200多，迪法师 A 你2、3刀，行了，再也放不出技能了。所以说这种大鱼人打迪法师肯定是主被动的，主被动的大鱼人打迪法师一点都不怕迪法，好吧？然后咱们再说一个细节啊，就是跟迪法对线的时候，有蓝的时候，迪法师打他会很痛，因为刚才说了，你掉的血量是什么？是基础的攻击力加上掉的蓝量附加一个系数。那么如果你没有蓝了，也就是不掉蓝了，那迪法师他就相当于什么？只有一个干的普通攻击了。这个时候是不怎么痛的，所以说有蓝的时候被迪法打会很痛，没有蓝的时候迪法打他就简直就是刮痧了。所以，他吃了一个芒果踩了一脚，所以就说是那个你有时候跟迪法打啊，不要就是害怕被迪法削蓝，你让他把你蓝削了，你就跟他对 A 就行了。只不过刚才是来了个大树，给了一个种子，是吧？这个大鱼人觉得跟2个人对打肯定是打不过的，但是大树不来，迪法师1打1大鱼的话，大鱼人也不用管自己的蓝量，被削光了就削光了啊！就你我就补刀，你敢跟我过来对 A， 我就跟你对 A， 是吧？反正吃亏的一定是迪法师。你看他也是补了很多的这种基础装备嘛，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最起码要保证对线的时候队友能保得住你，你不能说大树来了，你身上啥装备都没有啊，就憋钱想出狂战斧，结果发现你一个裸装的迪法师加大树都打不过这大鱼人，那这个游戏基本上就输了啊！我就这么认真负责的告诉你们，如果出现了刚才这种情况，你是裸憋狂战，身上啥装备都没有，攒钱出大件儿。然后一旦出现了酱油加大哥都打不过对方的一个3号位，那你其实可以考虑怎么打下一把了啊！因为你接下来的刷钱速度一定会很慢，并且你养了一个无解肥中肥的超级怪物啊！一个大鱼人在如今的版本被你养成怪物了，那你往后也不用打了啊！所以说对线期的这种装备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啊！不要贪，你越贪越穷，新手都是贪死的，是吧？越想贪钱越打不到钱。啊，这时候再跟迪法师做那个迪法师再跟大鱼人做一个互换，主要是其实互换也意义不大，因为大鱼人那个只要有个点灯啊，只要有个点灯，他这个点灯只有25点蓝，稍微混一会儿有点灯蓝了，给迪法师点一个灯，然后迪法师就很难打他了。好，这时候修补匠过来了，配合大鱼人是打了一波迪法啊，迪法也是直接跳走，大树是给他上了一个束甲，这个束甲前期哇，大树点了2级啊，没有加这个藤蔓，那就是一个强保迪法师的一个加点了。就是一般来说要有进攻性的话，就是加这个自然卷握嘛，对吧？但是他没有加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他已经默认啊，这个他跟迪法师肯定是打不过大鱼，保护迪法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加了3级的种子，加2级的这个活体护甲啊，能保证在跟大鱼人对拼的时候，或者说被抓的时候啊，可以及时的救援一下，因为这个种子它也是可以加血的嘛。种子可以加血，大树可以加这个加甲加血，能保证迪法师一个比较舒服的混线。这个酱油选择就是说是一个保人型的酱油，保证大哥的这个对线不要被打崩。好，然后刚才是配合宙斯过来啊，一口气是把大鱼人秒了，然后买了一个丰饶之环。哇，这个反应这个反应是有点快啊，是有点快。看见修补匠落后的瞬间，修补匠那个抬手刚起来啊，这个魔法盾反制盾就已经亮起来了。
好，大鱼人阵亡，然后地图上的人是消失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亚托打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对吧？那个各种走位，不是吧？这也能反？你太离谱了啊！这也能反？他是看着大鱼人的抬手的嘛，就是大鱼人那个动作刚刚有一个小停顿，是吧？手刚一抬起来，这个魔法盾就亮起来了，然后把点灯都反了，我真是服了。好，这时候宙斯过来啊，一套技能配合这个地法师又是击杀一次大鱼，就说是他这个法力虚空，反正有大了就叫队友过来帮一次忙，是吧？只要是有大啊，过来能杀啊！宙斯的爆发在这个时间点是很高的，还想杀，跳过来默克一个，然后拉比克偷了默克一个极限减速，好，配合宙斯大招，这有他的机动性，对吧？放到一般的大哥来说，肯定是。杀不掉这个默克的，但是就是刚才配合拉比克偷的默克的一个这个墨笔啊，然后极限的一个电加上宙斯的一个大招啊，地法师补了2刀，直接是杀掉了默克。这么一来的话，线上的优势就打出来了啊，线上优势打出来。然后这时候大鱼人跳过来，不过他这个时候没有大招，大鱼的血量也比较健康，这个他决定把宙斯卖了，因为后面跟了很多人，大鱼人敢这么冲是吧？肯定不是一个人。后面是跟那个修补匠加巨魔的，所以说他觉得他自己上去了。第一，宙斯救不下来，对吧？因为迪法师并没有控制什么的。大鱼人这么猛冲宙斯脸，宙斯只要3技能跳用过了，基本上就等于死了，救也救不下来，就不要乱冲了。这波的话是宙斯加拉比克2个人双双阵亡啊，跟巨魔对线，巨魔加大鱼人都过来了，想推塔，拉比克过来再去把他们赶跑。不是他又把点灯反了吗？啊，他是刚才我看见没看错，他是不是又把大鱼人点灯反了？真离谱啊！就亚托尔现在就这么离谱的吗？就是大鱼人看见他的那个点灯都能一直反，其实那个挺难的。大鱼人如果被反了第1次、第2次的话，稍微 S 一下，对吧？稍微 S 盾一下，骗一下地法师的这个盾啊，这个其实就是心理战嘛。你像骷髅王，比如说骷髅王在对面，骷髅王老被地法师反锤，那你就。那个摁个 Q S 一下，对吧？把那个手抬起来，然后 S 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地法师会把盾开，他把盾一开，盾结束了，你再锤他啊，就 OK 了，就不能一直上当啊。好，然后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缓慢的线野双收，就是说他一边打线一边打野，虽然说打野打得很慢啊，但是有了一定的基础装备，就像刚才说的假腿、系带，是吧？再配合这些头环、补刀斧这种基础装备，他打野也是能够打的，就是比较慢而已。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能站住线，如果一旦线全丢失了，这个地法师就玩不了了。古法加巨魔过来推这个塔，地法师不要跟巨魔打，永远不要跟巨魔打，因为跟巨魔打的话没有任何的好果子，就是巨魔这个旋风飞斧一转，地法师 A 他是有 miss 的啊，这个时候那个把巨魔的层数叠起来了，把地法师网住，地法师可能就没了。好，这边是队友全都在啊，过来是一套技能把古法直接打残，先是杀了巨魔，然后把打残古法给一个虚无，第2个虚无没了怎么办啊？你就死了嘛，对吧？拉比克过来找修补匠。啊，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想着修补匠是不是跳上来了，找一下，因为在这个地方找不到，那就彻底找不到了。修补匠可以跳刀刷新啊，很快就跳到一个这抓不到的位置了。好，在对方阵亡了2员大将的情况之下，迪法师是转到了中路。让我想一下，他这个意图是什么？他可能是利用自己的机动性，把对方的人逼到中路来，然后自己再转线转到下路或者上路去。应该是这么想。我觉得他刚出狂战斧肯定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打架，因为别人的机动性很差，是得靠 TP 踢到中路的，对吧？然后来救援这个塔。但迪法师用闪烁技能2-3下就可以跳到2-3下就可以跳到下路或者跳到上路，他的机动性或者转线比对方强很多，他可以避免一个战争的高发地，然后围绕自己打，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哥最讨厌在狂战斧刚出来的时候围绕队友打架了啊，这个他是不可能跟着队友打的，这个你们放心。所以说一开始我看他出了狂战斧的瞬间来到了中路，想跟队友打推塔，这个我觉得不合理。然后所以说思考了一下，应该是这么一个缘故，就是把对方的人先逼到别的路，然后自己再转线转到下路，对方就转不过来了，因为对方转线的话会很亏，就是避战嘛。
然后下一件的话是这个夜叉啊，夜叉走分身符啊，有了狂战斧之后，刷钱速度直接就拉满了。它这个来回就咱们理解偏讲的，这个闪烁保证跟这个狂战斧同时点满就行了啊。出狂战斧了，有了满级的闪烁，因为你没有狂战斧的时候，这个满级的闪烁意义也不大，你也不可能说跳到一个野怪啊5秒钟把一组野怪打完，对吧？也不可能，你没有狂战斧的时候抠也很慢很慢。地图上人都消失了，然后被修补匠一直在上路、中路那个就下路顶线，这时候他感觉到了一丝危机，因为他觉得修补匠单人顶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地图消失了，他敢这么顶线，一定是对他有所想法、有所企图的。你看刚才在下路那个巨魔露了个头，然后他这个时间点就是避免一切的就是危险性啊，你们要记住，不要以身涉险。好吧，大哥，尤其是在自己刚刚拥有了刷钱能力的这段黄金时间啊，黄金时间一定不要以身试险啊，一定要以最稳妥、最安全的刷钱路线进行你每一波刷钱，绝对有危险就换线，因为迪法师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机动性好嘛，对吧？你别人换线换的亏，我换线我换得起啊，比如说你看他这局换线换得很积极，他在避免一切可能会对他造成威胁的行为。好，巨魔战将在野地露头了，是在上路打野，大鱼人也在上路露头了。那么中路跟下路是暂时安全的，所以他就看他怎么刷吧。他可以到时候吸上 TP 还有15秒。这个时候迪法师的 TP 是不值钱的，他这个时候 TP 是用来转线的，并不是用来参战的。可能很多打2、3号位打多的人，打大哥都有一个习惯，就是 TP 要握在手里头，在游戏前中期不用，前中期注意措辞，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你的参战的高发期，你是刷钱的高发期啊，所以说你这个时间点的 TP 主要是用来那个转线打钱用的。好，补一个炎龙之鳞，这个炎龙之鳞能辅助回血啊，因为这个狂战斧它是能够回 7.5 每秒，这个是能回5啊，然后加起来的话，再配合基础回血量，这个回血量就很可观了。不然的话，你像在上古版本，就很多迪法师他都喜欢出个祭品，哎，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出了祭品的迪法师能保证你打钱的时候永远都是满血啊，然后不管是刷野打钱，还是说一打钱突然之间要参战啊，你永远都是满血，不会造成那种真空期。然后他所以说他要保证自己的一个续航，他这局的续航是比较差的嘛。炎龙之鳞加狂战斧就能保证你的一个血量，在这个慢慢的刷钱的过程中啊，就能回起来了。好，树精卫士是在下路把线顶得很深了，因为这个其实是要打信息。迪法师是不敢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他分身斧没有好啊，兄弟们，你知道吧？在分身斧没有好的时候，你的防gank能力是比较差的，然后很容易被什么大鱼人一脚跳踩点个灯，你没有分身斧的话解不了灯，你就会被敌人一直抓着打，你可能就死了。所以说这段时间打得比较小心。那对方不露头怎么办？对方不露头就只能靠酱油去顶线了啊！酱油把线一顶在上面，对方肯定会来人回防的。那么这么一来，有人回防，迪法师就有自己判断的，就是说我该去哪儿刷，不该去哪儿刷。就跟刚才一样，下路一顶线，把对方的人顶出来了，对不对？对方的人出现在下路，迪法师就可以有的放矢的选择我去中路刷还是去上路刷了啊！这个是一个团队的配合。所以说，毒瘤是什么？毒瘤就是清自己家的野地，比如说我放了3号位中单，4号位啊，就清野，也不顶线，然后在视野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做视野不顶线，那大哥就不会刷钱了。大哥刷钱刷的就是永远都是黑地图危险线。那这么一刷的话，经常会被抓啊！一抓的话，刷了送，其实是对大哥来说最差的节奏了。你大哥这么被抓2波，这场比赛的装备就起不来了。有的时候输团或者说是那个小规模被抓了，也不是什么大坏事，最起码大哥的刷钱节奏是非常舒服的。啊，这时候巨魔也不怕迪法啊，跟着迪法就顶线顶得很嚣张。然后队友是在上路是打了一波小规模的团战，然后输团了啊，这问题不大，迪法是能有良好的发育，中期带他们反开入就行了。哎，这边是找到了古法，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走了，因为这个古法贸然的顶进来，后面肯定是有人跟的啊。果然你看巨魔来了，大鱼人一脚踩，好被点灯了，就说分身符解个点灯啊，然后跳走。不然的话，如果点灯点到迪法师身上啊，这个迪法师一直暴露在敌方的视野之下啊，被对方抓着打，其实挺危险的。好，迪法师过来反身断线啊，这个因为他能看见对方的位置，有队友爆点的嘛，队友爆点他能知道对方的位置，知道这个断这波兵线是很安全的。啊，让他看见修补匠是飞到了上路，他是来了上路想单抓这个修补匠，宙斯一个大招再断一个修补匠一个跳刀，
秀布将跳走，然后他是后跳刀的，哇，漂亮，牛逼！这波的这个斗智斗勇是非常的精彩啊！他先是把线顶到了下路，然后断了一波兵线，然后修补将为了不跟迪法师正面交火，然后迪法师藏了一下嘛，然后那个修补将默认迪法师还会继续带这个下一波兵线，他就来到了上路，然后他看见上路露头的瞬间，迪法师就 TP， 哎，对吧？然后找到这个修补将，配合宙斯的大招断了修补将的跳刀，然后是两个人合伙是把修补将击杀掉了。这也就是说，拿迪法师这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嘛，就是说处理后排处理不了的这个修补将这个英雄。好，自己也是补了一个净化药水，因为他这个刚才打那波小规模的架啊，也是浪费了很多蓝。他这个大招150的这个耗蓝，然后放2次法术反制，跳2次，他这个蓝量一下打到见底了。打迪法师一定要会切假腿啊，一定要会切，就是智力腿跳你的腿 A， 智力腿跳你的腿 A， 只要你能保证这个，你的蓝量是在不放大招的情况下是能续航非常久，或者说涌动的啊，因为你有狂战斧在。但是如果你不切假腿的话，你的蓝量是支撑不了你一直跳一直打的。下一件的话，他是准备直接走蝴蝶啊，因为对他有威胁的人，他在这一局里面就是观察了一下，他默认对他有威胁的是这个巨魔的这个疯狂平 A 啊，跟大鱼人的平 A， 对吧？这两个是对他最有威胁的，所以他觉得古法加默克加修补将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因此，他直接先走了蝴蝶啊，把自己的威胁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危险程度啊降到最低了。啊，一个人频繁的活动在对方的野地啊，顶对方的线，然后打对方的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视角反过来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敢去顶这个线，得让队友帮他顶啊。一开始说了没有分身斧嘛，对吧？然后现在有了分身了啊，并且等级慢慢起来了，然后血量虽然说很低。这18级的迪法1400的血不到1500的，这是迪法师这个问题。有很多新手驾驭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避杠和能力或者规避风险的能力太差了，导致迪法师特别容易死啊。但是就说是玩刀塔2，你要打 C 位，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会避杠，对吧？你要能规避风险。然后这时候敌人很难抓到你啊，就是因为如果他的血量再一高，本来都难抓了，抓到又死不了，那迪法师这个英雄岂不是无敌了？所以他只能被迫的把迪法师的这个力量成长削的低一点。好，现在等级比较高了，然后装备也比较好了，是吧？然后他就可以不光是规避风险，他甚至有可能去单杀敌人了。所以他打的就慢慢的就是嚣张了起来，哎，开始自己顶线，给队友顶线，哎，然后逼着对方来抓他，不然的话我就要推你的塔了，就是这种感觉。好，由于对面在下路推塔，这个时候对面的大鱼人露头了，对吧？刚才说了，对面能打先手的人就大鱼人，只要大鱼人一露头，迪法师就无危险。这个大家能理解吧？你们在带线推塔顶线的时候，一定要盯着对方对你有威胁的那个人。就比如说对方有个莱昂不露头，你就不要露头；对方大鱼人不露头，你就不要露头，因为对方大鱼人跳踩才是唯一打迪法师的先手。或者说，咱们再来说一下，在整个阵容之中，如果对面的这个体系中控制较少啊，那么你选迪法师会非常厉害，因为对方留不住你。好，蝴蝶好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基本上在正面战上来说，对他的威胁就不存在了，因为巨魔跟大鱼人在第一时间可能是打不死他了，啊，只要这俩打不死他的话，修补将跟古法默克对他的威胁几乎就没有。好，这时候他觉得是自己的强势的第一波，24分钟狂战分身斧蝴蝶啊，然后跟队友开波物。然后到了25分钟了，这两个这个系带啊，再变成双倍的时候，它的整体的属性瞬间就抬起来了。哎，等一会儿。啊，这时候古法不停的给自己虚无，想救自己，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迪法师现在的机动性是拉满的，对吧？他看下天赋，他至于加了虚空的法力那个范围，然后加了闪烁冷却就是为了追击的啊，然后加了这个闪烁的施法距离。闪烁施法距离就是为了切修补将和这个古法的。好，跟队友把大鱼人赶跑，杀了古法，并且去他们可以考虑去打个这个魔晶啊，因为对面少人嘛，并且刚才那个巨魔是回家补给了，打个魔晶没有问题。好，然后这时候巨魔冲出来，他先拉走，你看这就是一个切入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战场局势不明朗，他看不见敌法那个大鱼人的位置，对吧？看不见大鱼人的位置，然后他并且刚才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不要跟巨魔发生正面交火，尤其是团战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说他第一时间看见巨魔的反应，并不是说，哎，我有技能，咱们可以打，而是先跑，因为他要等修补将出来。修补将不出来，不要随便去打这个巨魔战将啊，会很亏的。好，下一件的话是准备走晕锤，有了晕锤更好留人，晕锤可以直接转大晕锤。他甚至点那个 BKB， 他点 BKB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怕那个，第一是无法虚无他，对吧？比如他分身斧用了无法虚无他，第二的话可能会吃到那个在分身斧用了可能会吃到修补将的这个激光致盲啊，让他 A 不出来。他是点了一个分身斧预备啊，并不一定非得出，因为最好的那个防守就是进攻嘛，对不对？如果你能一开始第一时间把修补将秒了啊，那就 OK 了。其实这局也可以考虑出一个那个否决啊，就比如说他古法如果跟修补将站得很近，他去切修补将大晕锤点到修补将脸上的时候，古法虚无修补将，可能会导致敌法师切修补将的一个困难。他可以考虑出一个否决，来保证一个必杀，就是大晕锤加否决啊，必杀修补将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你要明白自己的重点任务是什么，就是修补将，所以他一切的出装备都是围绕着如何切修补将这个点来进行的。好，这有大晕锤能不能打晕？如果第一下打不晕的话，后面很难打了，后面很难打了，大晕会踩他的。好，这边修补将一个跳举。好，正面战场是通过队友的配合是强留到了大鱼人啊，杀了一个大鱼，杀了一个默克。出装备也要看对面的嘛，就比如说是，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否决，虽然他现在没有点，但是我感觉要是我的话，我会出一个，不然的话，他的任务很难完成。古法跟修补将只要两个人贴在一起啊，紧紧的贴着，他杀古法了，古法自己给自己虚无，对吧？他杀或者他杀古法了，修补将激光塔啊，然后呢，他杀修补将了，古法虚无修补将啊，他就很难完成。所以说，我觉得大晕加虚无那个否决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最起码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毕竟他是亚偷啊。好，这时候迪瓦斯一直在带着线，企图寻找机会。这个就是说，咱们说他可以通过带线顶线，逼迫对方回防，然后打出信息之后转移战场，以形成正面以多打少。这个咱们刚才说了，叶篇说过，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打法，一定要深刻理会线的作用，就等于说他在找机会嘛。哎，这边是大晕落单了，过来打晕了。大树给藤蔓，骷髅王一个跳锤，这个时候他在等修补将或者等古法或者等默克在露头。好，这时候直接跳上来打，因为修补将他不露头，大鱼人也是有机会的，因为通过了3波消耗，直接把大鱼人消耗死了。这时候那个巨魔战将的大招也开过了啊，巨魔战将大招开过了，肯定是等死的一个情况啊，继续往前追，要追吗？打这个默克跳过来一刀直接一个大招，因为默克跟他技能放了一轮。他自己不用砍太多刀。默克刚才是放了一个大招，把那个毛笔花了2次，墨勇加虫子都扔完了啊，蓝量肯定是不高的，所以他跳过来打了一刀，直接一个大招是收掉了默克。好，你看见这局，你感觉修补将没声音，其实不是修补将这个英雄菜，或者是这个玩家菜，是他在敌法师第一时间不露头的时候，他是不能露头的啊，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作用，就跟咱们讲辅助一样。就是有的时候辅助你感觉他一直在后面蹲着，为什么？因为辅助一露头，对面的大哥就会来切他，他不露头，对方大哥也不能露头，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啊。他只能站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先放导弹啊，激光都不敢放，对吧？就先放导弹，然后来试探性的打一些伤害啊，等敌法师跳用过了，他才敢直接输出的，就是这种互相牵制的感觉。所以说你感觉修补将这一局没有声音啊，或者说是输出不高的缘故，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敌法师的一个原因，在威慑着他。他是补了一个小晕，直接买了一个铁头盔，就是小晕直接要走否决了啊，这没有任何问题，我感觉没有任何问题。
好，直接否决到手，30分钟啊，30分钟整是吧？这个装备直接拉满了，假腿、小晕锤、否决、分身斧、蝴蝶狂震啊，这是迪法师最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刚才说，顶线强，刷钱快，哎对吧？顶线强，刷钱快，很难有英雄能够在他这种，就是在这种正常的局里面刷的这么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巨魔在带线，他跳过来把线顶出去，因为这局比较优势，他觉得并不需要出什么，就是刚才说的 A 杖魔晶之类的。来去搞那种杂技啊，他觉得并不需要打正面就可以了。好，这边巨魔单人带线带的很凶，他肯定后面是有人蹲的，肯定是有人蹲的。他跳出来就想把这个团用自己的操作那个强行拉扯出来。好，白天31分钟想来打盾。然后他一个人单摸，然后队友去给他站点啊，站点。好，这时候终于是把敌人逼过来了，逼过来看他这波团战怎么切。先看位置，第一时间并不打算切大鱼跟巨魔，找修补将，修补将没来，那就切大鱼吧，切大鱼吧，大鱼快死了。好，这是把巨魔的战将的那个大招也逼出来了，那巨魔肯定是等死的一个状况。哎呀，他这一跳没有跳好，但是没有关系啊，是那个用补刀斧用那个狂战斧开出了一个树，好继续追。你看，就是他在团战的第一时间，并不是说看见大鱼就跳大鱼脸，看见巨魔就跳巨魔脸的，都不是，对吧？他就是在等，因为他只要不出来的话，他在旁边侧应着看着啊，那个就对面就少个人，就默认就少个人就行了。而且默克跟古法其实这3个后排心里虚得很，虚得很。你面对一个亚套的迪法师，对吧？你是打后排的，其实你永远考虑的是他会不会来切我啊，这是你永远考虑的事情。像那种新手打迪法师为什么不厉害呢？因为他第一时间跳上去了，对方一看，哎，迪法师跳过了，哎，分身符也开过了，行吧，一轮集火，哎，就是一轮集火，然后迪法师2000血是吧，直接死啊。然后这时候队友拿命啊，再给他顶着肉山啊，等他过来吃这个肉山的这个盾啊。啊，迪法师是扔掉了假腿啊，换了一个肉山盾。好，继续推线，这波是带盾的之后，应该是迪法师的一个全盛期了，因为他的装备基本上已经成型了，唯一差就是大晕锤，大晕小晕其实区别不大，当然区别是肯定是有的，就是大晕是能够做到击杀，小晕的话是100%，也就是能够把对方的你想要赶跑的英雄直接赶跑。好，大晕是踩过了，他想过来打，但是大晕也是看见迪法师了，也知道自己踩刚用过，迪法师必然会跳上来去打他的，因为他没有踩的话，没有办法阻止迪法师，也是自己就跳刀跳走了。好，现在1600，钱是够了，可以把大晕补出来了。好，最后一件是准备吃一个银月，或者说是把假腿扔了，那个换个银月，因为他有他有跳嘛，可以省个假腿格子，可以瞬间切到敌人脸上，不用说走路追不到人啊。好，这时候对方也知道迪法是带盾，并且装备全胜啊，肯定是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去主动找天辉方开团的。那么就是一个天辉方的一个主动进攻时期。哎，看见这个默克，哇，这个默克你敢这么露头的，哇，太可怕了。好，先给个否决，他大晕锤都不想用了，就是直接两下点死。好，这边骷髅王正面是留了一个古法，但是古法微光及时使用啊，躲过了这致命的一锤。不然的话，当时要是古法吃到这一锤了，那接下来就是直接是跳脸大晕。看这个大鱼应该也要跳走了啊，因为这时候谁都不愿意跟这个有盾的迪法师正面硬刚的啊，这是六神带盾的迪法师，现在是无敌的，在这个时间点，他跟炼金的很多思想是很相似的，就是通过前期的运营拉扯啊，打出超强的装备一个碾压是吧？靠这个装备的一个堆积打出装备优势，然后去打这种装备差的，打个超级大后期了，迪法师是不厉害的啊，但是不要往超级大后期打啊，就这么简单，在这个时间点你无限扫图，然后配合队友打进攻啊，对方是拿你没有办法的。迪法师打的无限嚣张啊，一直在中路各种顶线，各种断兵，然后去找对面机会嘛。对面只要露头了，你敢顶线，我就有机会单杀你。对方甚至不敢在高地塔跟前去收这个兵，因
因为就怕迪法师直接强行跳脸。你看大哥已经不敢收钱了，大哥都去打野去了，然后让酱油用技能在远程收兵，这就是迪法师的一个威慑力。因为巨魔就害怕迪法师跳他的脸，大晕锤点脸开分身斧，直接把他蓝打空了，开不出大招，这是很常见的啊，就是那个巨魔被迪法师打的开不出大招来了，没蓝了。哎，侧面好像留住了个巨魔，就没有 BKB 没有 BKB 要死了，开大招，啊！再不开大，迪法师跳脸了啊！哦，啊，还是把大招开出来了。开出来后，迪法师你看他在干嘛？在找修补匠。哇，修补匠好恐怖啊，就好怕。这一看迪法师从正面没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迪法师在哪，他只是看见迪法师从正面战场上消失了啊，直接就扭头就跑。哎，侧面是大鱼人加默克是抓到了天辉的两个人，修补匠直接赶进来大输出，想抓住这珍贵的这波机会啊！然后那个宙斯是吃了一个奶酪啊，这个奶酪要命了。本来宙斯死了，他们就可以撤退了。好，然后一个大招是打断了那个修补匠的 TP。好，这波打完了，修补匠能买，然后大鱼人巨魔买不了，那修补匠大概率也不会买了，至少放2路吧，好吧，至少放2路，因为你买了双大哥不在，你也守不住，而且你买了很可能会被迪法师一个跳脸直接打死了，买活死，对不对？这也没办法，所以说他只能硬等啊，硬等，至少等巨魔活了，守第2路。好，直接跳脸，一个微光啊，加一个。啊，这个攻速太快了，他这时候已经把狂战斧扔下去了，直接换了银月啊，因为攻速快了，对方就能在单位时间内迅速的把他这个蓝量打空。好，给个否决，直接把身上的 buff 驱散掉，而且不让你用保命装。好，直接跳过来3刀。那这么一来，巨魔活了，然后修补匠，大鱼人是吧？默克同时买活，有能救吗？感觉也救不了。装备差距这时候已经太大了。不光是迪法师个人啊，骷髅王加上什么宙斯都处理不了了，这就是局势太逆风了啊，处理不了这个局势。啊，直接是把巨魔的蓝打空了，巨魔没有蓝开大。啊，这个时候由于有了银月加这个大晕锤，这个攻速非常快啊，那个触发眩晕的频率很高，大晕也是打不过迪法师了。啊，直接跳过来切后排古法。啊，这场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迪法师的教学，对吧？从前期如何兑现，就是出基础装兑现，然后中期开始有了狂战斧了，无限 B 杠，哎，无限找安全地方刷钱，然后有了装备之后呢，就是威胁对方后排啊，然后侧翼正面战场啊，那就是侧硬打正面战场，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把迪法师所有的优点、缺点啊，都在这场比赛中体现出来，非常标准的一场迪法师教学，大家看完了，根据阵容再说选不选迪法师，选了之后要知道该怎么打，好吧？这才最重要的啊。行了，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蔡小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